一般大国打仗都会整出点花活来。海湾战争中，面对着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伊拉克军队，美军首次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特别是 F-117的出现，展示了压倒性的制空、制电子优势。最终在这场新型现代战争中，美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反观现如今的俄乌战场，距离全面开战已经过去2年多了，但直到今日，双方都没有拿出超出公开水平的秘密先进武器来给对方造成麻烦。特别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却和乌克兰打起了堑壕战，究竟是没有秘密武器，还是没来得及用？今天大兵来聊一聊这个问题。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武器才算是超出公开水平的先进武器。举个例子，在2战中，不管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使用的战机，基本全部都是活塞式螺旋桨战机。所以当德国人掏出 ME-262 用于实战时，直接成为划时代的装备。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喷气式飞机的性能就是超出公开水平的，活塞式飞机一大截。而后来投放日本的大蘑菇也是如此，空投炸弹很正常，空投原子弹所产生的威力已经超出那个时代了。民众的认知，现如今俄乌战场上登场过的装备，显然是没有给人一种划时代的感觉。特别是俄罗斯作为一个传统军事强国，所使用的大部分装备还是苏联时代的老家伙。某些近几年研发的先进武器，不是出现在展厅里，就是出现在杂志中，根本没有实战机会。这背后的原因就需要好好探究一下了。大兵认为，现如今的俄罗斯并没有超出公开水平的先进武器，就算有，也无法达到运用到实战上的水平。而原因呢，也非常复杂。从历史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工体系都来自于已经解体的苏联。苏联作为一个曾经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解体后也算是留下了不少遗产。可这20多年来，俄罗斯并没有依靠这些遗产将自己的军事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除了没钱这个万能理由外，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当年的苏联政府将很多军工产业建设在了乌克兰境内。等分了家，这些军工产业自然就分给了乌克兰。而俄罗斯从沙俄时代开始就不是一个现代制造业强大的国家，现代制造业拉胯也会影响到武器装备的制造。没有乌克兰作为它的后勤部，俄罗斯甚至连一些比较基础的武器配件都无法制造，更不用说一些军用芯片。但俄罗斯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埋头苦干，早日实现自给自足，而是一个字儿：买。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的很多军用芯片都是从欧洲国家那里采购，可自从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受到制裁的俄罗斯也失去了购买资格，军工研发势必更加艰难。这种被掐脖子的情况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俄罗斯想要研制甚至量产高精尖武器就成为了一种奢望，更别说拿出一些超出公开水平的秘密武器在战场上实战了。除了制造领域被卡了脖子，更让俄军头疼的是，苏联解体转眼已经过了30多年，当年的老本已经基本逐渐被吃光了。以前只有局部冲突时，俄罗斯还能靠那些老古董吓唬吓唬别人，可一旦开战，俄罗斯就发现自己倚仗的一些重器都成为了只有数据没有能力的空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这艘服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导弹巡洋舰一度被视为俄罗斯海军的骄傲，可参与到实战后却让人大跌眼镜。俄乌全面开战还不到2个月，莫斯科号就被乌克兰军队的2枚海王星导弹轻松击沉。事后证明，它不是海王星导弹太强大，而是莫斯科号上的预警雷达太弱了。战前夸下豪言的黑海舰队司令奥西波夫也被撤职。莫斯科号沉没也证实了俄罗斯的老旧苏式装备在新时代里完全不堪大用。而做一个对比，同样是上世纪的产物，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却在俄乌战场上大杀四方。海马斯绝对算得上是美军武器库中相对平庸的装备了，但对付俄罗斯装备却绰绰有余。大兵认为，现如今俄罗斯和美国在常规武器上已经形成代差了，如果俄罗斯不舍弃考古型科研，还在一味的吃老本，这种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普京当年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也会成为一个笑话。除了一些苏联时期的老装备呢不堪大用外，俄罗斯近几年研发的一些新式装备同样也陷入了困境。比如俄罗斯的首款隐身战机苏57，号称是第5代战斗机，但加入俄乌战场后，一直以来都没有展现出比较强的战斗力。特别是今年2月以来，乌克兰在半个月内连续击落了俄军13架飞机，给俄罗斯造成了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本以为俄罗斯会出动苏57好好找回场子，但时至今日，苏57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也不怪外界一直质疑，认为苏57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5代机，断定它就算上了战场，也同样是被击落的命运。究竟是俄空天军最后的底牌，想要瞅准时机震撼世界，还是担心露怯影响日后的销量，恐怕只有俄罗斯自己知道了。而在坦克方面，俄罗斯近些年一样陷入了瓶颈。目前俄罗斯现役主战坦克数量大约在4000多辆，但较为先进的 T90 只占其中的1/10，能够大规模使用的更多是苏联时期老旧的 T72，而一直宣称的俄罗斯最先进的坦克 T14也是笑点频出。在2015年首次亮相时就出现了抛锚情况，最终在众目睽睽下被拖拉机脱离广场。而这次明显的故障被俄罗斯官方强行解释为是在进行受损装备疏散的演练。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官方就宣布，由于经济上的考量，将不会量产 T14。时至今日，这款坦克的数量也只有20辆左右，这种规模恐怕就是全部参战，也对整个战局起不到太大的影响。而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俄罗斯研制的匕首导弹在2022年以后也投入了实战。匕首作为世界上首款投入实战的高超音速武器，在开战前呢，也一直被广泛宣传为能够决定战局的秘密武器。可开战以来，匕首实际产生的效果非常有限，归根结底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没钱。哪怕普京已经3令5申要求增加匕首的产量，可俄罗斯的经济已经不支持大规模生产匕首了。而前不久，另一款高超声速导弹锆石也被证明在俄乌战场上首次被使用。据俄罗斯的说法，锆石是世界上第一种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能够以9倍音速的速度飞行，打击1000公里以外的水上和地面目标，数据绝对夸张，但具体效果呢，也有待实战检验。并且精准打击能力一直是俄军所缺乏的。早前也曾出现过伊斯坎德尔导弹攻击60米宽的机场跑道都能打偏的尴尬场面。锆石的数据是拉满了，可是如果瞄不准打不中，一切都是空话。反观乌克兰方面，在得到北约国家的援助后，有很多方面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至少从作战体系上来说呢，乌克兰是强于俄罗斯的。比如乌克兰在得到美国的星链系统时，在情报获取上相较于俄罗斯就有非常大的优势，可以说战场对乌克兰几乎是透明的。上面提到的海马斯大显威力、莫斯科号被击沉，或多或少都有星链的功劳。这也是在开战初期乌克兰能够抵挡俄罗斯攻势，并将战争拖入僵持阶段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军方援助的战场 AI 系统同样也不可忽视。AI 呢会通过卫星来自主判断俄军的动向，再对动向进行汇总，发布最佳指令给乌军。这种新型作战方式一旦被证实有效，势必会对未来战场产生巨大影响。而电子系统呢一直是短板的俄罗斯，恐怕到时候将会更加难以应付。目前来看，俄乌战争在短时间内依旧不会结束，战局还会渐入僵持阶段，作战双方在后续拿出划时代秘密武器的概率也不大了。而后续俄乌战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式装备，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2024年3月19号，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科索沃宣布将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些援助主要包括装甲车和迫击炮弹，预计最快下周交付给乌克兰。这对于近期弹药紧缺的乌克兰前线作战部队来说非常及时。而援助的装甲车具体型号还未披露，但一直以来，科索沃所使用的装甲车都是从美国和土耳其2国采购，预计这批援乌车辆也将会由美制或者土制组成。
2024年3月21号，美国雷神公司从德国政府方面获得了一份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根据这份合同，雷神公司将向德国提供4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其中包括雷达、发射器、指挥和控制站以及相关的备件和支持服务。之前德国也曾向乌克兰援助过爱国者系统，这套系统在俄乌战场上发挥了出色的防空作用。这些爱国者预计将在2029年完成交付，这也表明爱国者系统在21世纪30年代会继续在德国的国防架构中发挥核心作用。2024年3月21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视察诺夫格罗德地区的军事生产设施时，宣布为应对俄乌战争，俄罗斯将大规模生产 FAB-3000。作为全球公认的最具破坏性的航空炸弹之一，俄罗斯的这一举措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也势必会给乌克兰国防带来更大考验。但部署这种重型炸弹也引发了民众对于基础设施被破坏的担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见。